请和我交往吧。女孩惊讶又开心地答应了。女孩高兴得快要窒息，青梅竹马成了男女朋友，他们都露出了羞涩的笑容。但当他们以为幸福生活要开始时，意外却来了。女孩叫小美，这天小美激动地准备出发去参加第一次约会。妈妈贴心地为小美戴上项链，还嘱咐她玩得开心点。爸爸虽然舍不得，也同意了。今天却出现了罕见的赤月。此时小美已经找到了，正在等她的男友小帅。可就在她准备上前时，接到一个陌生来电，犹豫了下，还是接了。原来打电话来的是和小美同班的那个不太好看的小海。小海竟然说他要自杀，小美以为他在开玩笑，结果小海让小美往后看，果然下一秒小美吓得不得了，她竟然看到小海正坐在天台上。善良的小美急忙想上前阻止，小海却大声制止了她。小海不等小美反应，直接跳了下去。小美看着掉下去的小海，整个人都呆住了。可当小海摔到地上时，小美同时晕了过去，直接昏了倒在地。等她再醒来时，竟发现自己变成了小海，她完全懵了，这是什么情况？这时医生走了进来，小美再也忍不住，急切地问自己的情况怎么了。可小美的话还没说完，小海妈妈就赶来了。她直接按住小美的头，然后向医生表示歉意，并说给您添麻烦了。此时的小美完全不知道该怎么解释了，只好跟着小海妈妈回家。一到家，小美发现环境非常差，妈妈因此责怪小美影响到白天的工作，直接给了小美一巴掌，并警告小美别再添乱，然后匆匆忙忙去上夜班，留下小美一个人在家。晚上小美梦到了自己和2个童年玩伴的回忆，其中一个正是小美现任男友小帅，另一个叫小伙，他们是从小玩到大的好朋友，而且大家都特别优秀。小帅不仅成绩每次都是全班第一，体育也是班里的翘楚。小伙虽然成绩是班里的倒数第一，但却是大家的偶像，所有人都特别喜欢他。就在小美回忆这些美好时，她突然惊醒，一时无法接受现实的她转身跑了出去。于是小美急忙跑回家，看到妈妈在浇花，她立刻冲上去求助，并表明自己是小美。但妈妈被吓坏了，像见了鬼似的躲进屋里。小美无奈，只好用小海的身体去上学。结果一到学校，就看到自己的身体和小帅在一起，小美瞬间崩溃了。是谁？大家立刻被吸引了目光，于是小美直接上前抓住你，问你到底是谁？你是小海吗？我们是不是换了身体？看到小美越来越激动，小伙赶紧上前制止她，然后小帅带着女朋友离开了。小美想解释，但没机会，却被自己的闺蜜挡住。小美此刻也不知道该怎么做，于是小美只好以小海的身份上课。结果发生了不少小美从未经历过的事，老师居然在课堂上公然讽刺她，身体挺丰满，脑子却空空。同学们随即哄堂大笑。上体育课时，老师要求2人一组，没有人愿意和小美这个丑女一起。明明是在一如既往的学校里，此时的小美却像身处未知世界。最后放学时，刚好轮到小美做值日，老师让小美去搬课本，老师还说一个人肯定搬不动，你最好找人帮忙。可现在的小美该找谁呢？没多久班级里就没人了，小美只好一个人搬课本。小美这才发现小海一直都是一个人，之前虽然同班，但小美完全没注意。就在小美手足无措时，小帅居然来帮忙了，他还顺便问了早上的事。小美见机会不错，马上解释自己就是小美，并详细说了如何进到小海体内的过程。见小帅不信，小美赶忙表示我们之前的记忆我都能说出来，但这么荒唐的话直接让刚交女朋友的小帅决定和小美断绝关系，如果我有什么举动让你误会我道歉。随后小帅离开了。见所有人都不信自己，小美崩溃地冲向了天台，她已经受不了了，忍不住大哭起来。就在这时，她听到一个熟悉的声音，你还好吗？没错，那个和她交换身体的人来了，用我的身体是不是难受得不得了？她也不装了，直接承认自己就是小海，这让小美看到了一丝希望。于是小美赶紧求小海赶快告诉大家关于我们交换身体的事。但早已受够自己身体的小海却表示怎么会说呢？原来小海早就想变成小美了，而且小海同样喜欢小帅。现在的他非常开心的把身体交给了小美，这让小美有些绝望。但一想到如果一直没人知道，自己的家人朋友都会被小海抢走，光是想想都让小美感到害怕。于是小美决定一定要采取行动。第二天，小美在社团活动中看到机会，报了和小帅一起的小组，希望吸引到小帅，却等来了小伙。原来小帅为了避开小美，换了个项目负责，并安排小伙来代替自己。无奈之下，
小美只能准备活动所需道具。然后小伙看到了她画的画，何童忍不住笑出声，还打趣小美说：“你这画技跟我喜欢的女孩差不多。”小美这时才发现，青梅竹马竟然已经有了心仪的对象，自己竟然一直不知道。小美忍不住开始聊八卦，瞬间小美忘了自己的身体，和小伙像以前一样闹起来。小伙想拦住，结果小美意外地把油漆泼向了小伙，场面瞬间安静下来。可小伙没生气，反而开玩笑说：“我是何童吗？”小美一下子被逗笑了。这是小美换身体后第一次感到轻松和快乐。这时小伙盯着小美的画，想起了小美以前在他书本上画的那些圆珠笔画。没错，小伙喜欢的人就是小美。这时小美准备再去申请采购材料，小伙连忙叫住她，让她再申请些黄色油漆。结果小美回头那一刻，小伙竟然感觉出了小海有点像小美，这让小伙不禁怀疑起了自己的大脑。可当小美热情地来班级找同学申购材料时，现实再次把她打入谷底。同学们不仅脸色难看，还厌烦地拒绝了小美的请求。被大家排斥后，小美又一次忍受不了，跑出了教室。小伙看到这一切，鬼使神差地拿起小美留下的申购清单，仔细一看，居然发现字迹与当年小美的完全一致，自己的笔记完全相同。小伙又想起小美之前各种奇怪的表现，我们是不是互换身体了？好了好了，你看起来像变了个人。他马上明白了为什么。这时占据小美身体的小海出现了，小伙顿时大吃一惊。另一边，小美在厕所里哭得很伤心，她不明白为什么只是外表不同，明明我还是原来的我，为什么会变成这样？当小美无助地回到教室时，她竟听见小伙在为她说话。小伙指责同学们排挤小美是不对的，同学们终于说出了缘由。原来小海利用了她善良的形象，告诉大家小美一直在欺负她，这让大家都非常生气。在门外的小美听后无法忍受，直接冲进来说这都是误会，我什么都没干。结果小海接着装可怜，说小美还喜欢小帅。这一劲爆消息直接锤死了小美欺负小海的理由，瞬间让小美的解释站不住脚。同学们开始疯狂嘲讽和谩骂，攻击现在的丑女小美。一直知情的小伙这时实在看不下去了，他已经说是误会了。然后小伙直接抓住小海，在小海耳边透露他的秘密，并警告小海，我随时可以告诉小帅你们换身体的事。小海吓得赶紧向大家解释这是误会。接着小伙逼着他向小美道歉，虽然不情愿，小海也只能照做。对不起，这场误会总算结束了。事后小美找到小伙道歉，小伙却直接喊出了他的名字，不美。小美发现竟然还有人记得自己，眼泪瞬间盈满眼眶。接着小伙递给她最爱喝的饮料，小美再也忍不住哭了，她逐渐找回了自我。这一刻他们得到认可，接着他们开心地收拾道具，而他们的一举一动被小帅紧盯着。第二天，当小美再次独自去学校时，这次小伙现身了。看着小美不自信的样子，小伙直接拿出早已准备好的发夹，亲手帮小美戴上。最后小伙拿出了相机，开始夸奖小美表现挺好。小美一时间感动万分，在小伙的陪伴下，小美的负能量瞬间全没了。等两人回到学校，小伙终于忍不住问小美怎么交换了身体。小美这才认真回忆那天的细节。小美突然意识到这不是偶然，小海肯定事先知道身体会交换。小美一明白就找到了小海，然后她开始求小海告诉她如何换回身体。小海想装糊涂，但表情泄露了。不过小海不打算轻易说出方法，小美没办法，只好威胁小海，如果不换回来，我会告诉小帅我们交换了身体。这话反而逗笑了小海。小海随后告诉了小美一个残酷的事实，小帅早就发现我们交换身体了，之前他就注意到一些异常，他利用小美怕黑的弱点，成功认出了小海。这让小美激动的想知道小帅说了什么。小海不慌不忙地告诉他，小帅说他只喜欢你的脸，不在乎你内在是谁，保持现状就行。说完，小海得意地走了。可小美完全不敢相信小帅会背叛她。小美失望地走在过道上，突然小海让她闺蜜送来了一张纸条，纸条内容说只要在16点前抓到我，我就告诉你交换身体的方法。小美急忙看手机，已经15点45分了，于是她立刻开始跑着找人。找了一阵后，她终于看见了小海。不过小海却进了一间漆黑的教室，怕黑的小美为了回到自己的身体，硬着头皮走了进去。这一幕被小帅看见了，果然小美一进去就犯了恐惧症。小海还把所有的灯都关了，小美瞬间不能动了，呼吸也越来越急促。就在她快要崩溃时，有人拉开了窗帘，对，
来的正是接到消息的小伙，旁边的小海也确认了小美确实怕黑。然后小伙为了安抚小美，便带她去吃美食。小伙也得知了小帅背叛小美的事。面对小美的质问，小帅安慰她，事情不是真的，毕竟刚刚小帅才告诉小伙，小美遇到危险，所以小伙才救了她。毕竟他从小就不伤害人，这让小美多了几分勇气。于是小美决定和小帅面对面聊聊。寻找小帅时，小美很自责，明明自己最了解小帅，却没选择相信他。结果等小美找到小帅，她还是被打脸了。只见小帅和小海正抱在一起，小海看见小美后，得意地笑了起来。小美再也忍不住了，真切感受到背叛的她，崩溃地冲出了学校。这时小伙也意识到不对劲，赶紧追了上去。小伙终于追上了小美，看见无比痛苦的小美，他给了她一个拥抱，安慰她：我一定帮你夺回身体，不管你变成什么样，我都会支持你。小美再也忍不住，哭了起来。接着小伙又带着眼眶红红的小美开始吃甜品，有小伙陪在身边，让小美暂时忘记了烦恼。可到了晚上，小美还是忍不住想起以前小帅为了她费尽心思找到了最美的夜景。此刻小美依然不愿相信小帅背叛了她。可就在这时，一个陌生来电突然打了进来。小美立刻想起了那天交换身体时收到的电话，于是她鼓起勇气接了电话。结果下一秒，那人的话让小美惊呆了：你是不是和别人交换了身体？然后电话里的女人继续对小美说：只要你配合我的研究，我就告诉你所有的秘密，包括互换身体的方法。走投无路的小美只能选择相信对方。在小伙的陪同下，第二天小美到了电话里提到的研究室，然后实验室里走出一个女人，她叫金姐。为了消除两人的顾虑，直接说自己也跟别人互换了身体。随后小美终于从金姐口中得知了换身体的方法。原来交换身体需满足3个条件：第一是要在赤月出现的那一天自杀；第二要被你想变成的那个人看见；第三就是必须死一回。只要符合这3个条件，就可以互换身体。可小美刚高兴起来，金姐就告诉了他们一个残忍的事实：这只是交换身体的方法，但身体恢复原状却做不到。金姐随后给小美播放了一段视频，没错，视频里的女人是金姐以前的身体。那个女人想恢复原来的身体，再次从高楼跳下，可这次没有成功，金姐原来的身体因此去世了。这可把小美吓坏了。接着金姐还告诉小美，还有2组人尝试过换回去，但他们都失败了，一方死亡收场。金姐因此得出结论：一旦交换身体，就没法再换回来了。这让小美瞬间难以接受，一想到再也回不去了，她忍不住开始思念自己的爸爸妈妈。于是小美又跑到了家门口，透过窗户看到大家正开心的吃饭。这时小美好像接受了现实，难过的要离开。突然小伙来了，他知道小美一定很伤心，便安慰她说：即使你回不到过去也没关系，我会替周围所有人爱你。接着他竟然表白了：我喜欢你，不美。就在这时，小帅现身了。小帅直接拽走了小美。到了空地后，小帅什么也没说，就给小美披上了衣服。然后他问刚才发生了什么。原来小帅听说小美不能回到自己身体了，于是小美只好把白天的事全讲了一遍。结果小帅对换身体的方法很好奇，最后问清楚了所有细节。他还给小美买了他最喜欢的饮料。可这时候小帅好像对小美已完全没有了感觉。小帅还建议小美试着和小伙在一起。说完小帅就走了，这让小美有点莫名的失落。然而这时小美看到小伙还在等她，结果小伙一看到小美就开始道歉，为自己在你糟心时表白道歉。然后小伙就对小美说：现在只需考虑自己的事。小美见有这么好的朋友，真的超级感动。直到第二天，小伙意外把自己喜欢小美的事说漏了嘴，全班瞬间全都知道了，大家激动的像是吃了一大瓜。这一消息直接惊呆了在旁边的小海，然后同学们纷纷向小美求证真假。这时候小伙立刻冲过来保护小美，大家看到小伙后都以为他在搞笑，同学们还嘲讽道：本人火鹤俊平，从今天起专追丑女。小美听了更加自卑的低头，但下一秒小伙的回应却让小海震惊了：现在的海根同学是最可爱的。小海没想到有人喜欢他的样子，他感觉像是被打了一巴掌，崩溃地跑出了教室。而此时的小美似乎因为小伙的回应获得了一些自信，小美开始大胆地向同学们提问：我是不是做了什么让大家取笑我的事了？小美希望同学们在嘲笑她，在讨厌她之前能多了解她一点。最后小美想到一个办法，
那就是让大家摸她的脸。果然，有个同学摸了之后，发现小美的脸很软，摸起来特别上瘾。这下大家对小美的偏见好像真的没了。小美终于成功融入了同学们的圈子，然后小伙又带着小美开始了大吃大喝。可就在他们吃得正高兴的时候，金姐却来了。金姐直接告诉他们，你们有生命危险。原来小海在刚刚崩溃后，已经彻底恨上了小伙。小帅为了帮小海报复小伙，想出了毁掉小伙人生的计划，也就是在赤月在线时，让小伙和小美互换身体，让他们明白，外貌只是表面而已，只是空话罢了。小海听完小帅详细的计划后，更加信任和喜欢小帅了。这次小海打算把他对赤月的所有了解都告诉小帅，但他们的对话却被窗外偷听到。一只金姐养的鹦鹉听到了所有事情，那只鹦鹉也和人类交换了身体，于是小帅的复仇计划就传到了小伙和小美那里。尽管如此，小美两人还是相信小帅不会伤害他们。小伙觉得他肯定有个计划。金姐看着天真的两人也无奈。此时小美说出了相信小帅的原因。原来小时候小美捉迷藏时被困住了，是小帅发现了她，然后小帅花了好几个小时才终于救出小美。最后小帅的手上早已满是血迹，这让金姐也哑口无言。最后金姐提醒小美，下一次赤月就在后天，你们自求多福吧。晚上小伙和小美就找到了小帅，小美直接说，不管你干什么我都信你。说完两人就走了。不过小帅真的像他们相信的那样是个笨蛋吗？第二天小伙和小美一到学校，就得知小伙昨天向小美表白的事已经传遍全校，连当时的视频都被疯转。只要小美一出教室，大家都开始嘲笑她。这些人走时还讽刺说，怎么看你都不配她啊，没有认清自己是丑女吗？这句丑女的评论瞬间击破了小美的防线。小美开始不停胡思乱想，自己究竟配不配得上小伙。而小伙也不再提表白的事，是不是因为我太丑了所以改变主意了？小伙看到漂亮的人后，再看我会怎么想呢？随后小美发现大家都在笑她，她变得更加自卑了。小伙马上注意到小美的情绪，于是放学后小伙以大胃王挑战为借口拉走了小美。结果路上小美又遇到了最怕的事，喂，你刚才看到那对情侣了吗？太夸张了吧，不要这样说。这时候小伙也觉得有点不对劲，于是开始逗小美，看起来我们像情侣吗？趁机牵了你的手，真是走运。小美终于笑了。这个时候小美也终于问出了心中的疑问，为什么可爱的人那么多，你偏偏喜欢我？小伙坚定地说，无论与谁相比，我心中唯一的小美就是你。这话让小美鼓起勇气问出她心中的最后一个问题，即便你最初认识的是现在的我，你还会说同样的话吗？小伙接下来的回答让小美瞬间泪目，那样一来说不定就能更早发现你的好。这时小美也意识到不能再让小伙单方面的帮忙了，于是小美对小伙说，上次你表白的事，等赤月之日平安过去后我再回复你。小伙听了也很高兴，两人愉快地前往自己目的地。到了晚上，小美参加大胃王比赛的消息吸引了许多同学，碰巧这一幕被路过的小海看见，看到小美用自己的身体却活得这么开开心心，顿时小海的嫉妒心又犯了。第二天赤月来了，这时的小美有些担忧，于是小伙劝她别想太多，然后让小美放学后在教室等她，然后她自己去做清洁了。小伙一走，小帅就冒出来了，小美的心情立刻乱了。小帅这时邀请小美放学后去一趟美术教室。小美原本想拒绝，看到曾经的恋人现在真心悔过的样子，她立刻心软了。这让小美非常纠结，到底该听小伙的还是小帅的呢？放学后小伙到了教室，但教室空荡荡的。没错，小美还是选了小帅，因为她想和小帅好好谈一谈。可当小美推开美术教室门时，才发现自己上当了，等待她的竟是小海。小海得意地笑了。小帅已经找到了另一边的小伙，挑衅了一阵后，小伙被小帅带到了高处。原来小帅早就知道小伙喜欢小美，并极度讨厌装得强势的小伙。此时小帅把多年的不满全说了出来，两人的矛盾终于爆发。很快小帅按计划想把小伙推下去，这时小海也叫小美来看看。没错，他们的窗外能看到小伙和小帅。小海告诉小美，现在唯一能救小伙的方法就是看着小伙，然后和他交换身体。可小美怎么会干等着，她立刻决去救小伙。小海一看，急忙拉住小美，劝她说，还是用小伙的脸吧，这样总比你现在好啊。这话一出口，小美立马火了，直接给小海一个大耳光。
小美气冲冲地对小海说：“就算是这个模样，我也一样能活得幸福快乐，让你后悔和我换。”这时小伙出了事，掉下去时还拽着小帅一起下去。小美见状，赶紧看向小伙，希望能交换身体救他。结果两人落地后，小美傻眼了，居然啥事都没发生。小海看到这种情况也崩溃了，赶紧跑向小帅。小美不甘示弱，也冲到了小伙身边，俩人都希望对方醒来。就在这时，小帅竟然毫发无伤地醒了，这意味着小帅和小伙换了身体。小帅接下来的话印证了这一点，这是怎么回事？对啊，他现在已经有点名气了。然后小伙和小帅被送去了医院，小伙很快检查完了，身体一切正常，但小帅还没醒。这时金姐被小美叫来了，她告诉他们，由于交换身体，昏迷的人迟早会醒，这让他们松了口气。但想到小伙无法恢复原样，此时的小美陷入了深深的自责。于是第二天，小美一到学校就尽量帮助小伙，他们亲密的样子很快被同学们发现，同学们立刻开始八卦，但这些都没让一旁的小海在意。结果下一句话却让小海破防了：“我好像可以理解了，小海最近变得好可爱。”我也是。小海怎么也没想到会有人喜欢他的身体，这无疑打脸了他只要交换身体就能得到一切的理论。果然，当小海看向镜子，他见到的还是那副丑陋的样子。小海崩溃了，而另一边的小美已经被班里的同学们围住，刚刚还在聊得热火朝天，此时的大家再也没有了当初的排挤。结果小海一回来，班里立马安静了下来。感受到这奇怪的气氛，小海悄悄坐到了自己的座位，尽管已经换了身体，但他还是孤单一人。这时手机响起了消息提醒，小海赶紧跑去了医院。没错，小帅醒来了。此时小海还没接受小帅变成小伙的事实，反而是小帅开始安慰起他来。尽管外表变成了你最讨厌的小伙，但我的内在没变呀，你还是会喜欢我，对吧？这让小海顿时无言，因小帅的话仿佛在嘲讽自己。晚上，小美因害了小伙深深自责。就在这时，小伙和小帅竟一同出现在家门前。小帅终于坦白了，他留在小海身边是为了帮小美恢复原来的身体。真是傻瓜呀，当初哭着骂人也是因为这个。小帅现在真诚地向小美道歉。知道真相的小美忍不住冲上前抱住了他们，三个人开始交流。原来两人坠楼是小帅策划的，因为小帅想到了复原的方法，需要通过他人取回自己身体。接着小帅拿出平板演示，按照目前的情况，在下次赤月时让小帅和小海互换身体，小美和小伙互换身体，等到第二次赤月时让小帅和小美对调，再让小伙和小海对调，这样就能复原了。但小伙马上发现了问题，那就是小海，他怎么可能配合？而小帅提出了一个办法，那就是欺骗。原来小帅现在还在他身边当男友，就是为了这一步。现在小帅对小海的话也很有自信，可这种办法让小美很担忧，对小海会不会太残忍呢？大家反复考虑后，小帅决定把真相告诉小海，并向他请求协助，因为这是对小海伤害最小的方式。小帅也会努力说服小海。可到了第二天，小伙竟然从新闻上得知，赤月只会再现2次，最近的一次在2天后。如果小海这次拒绝小帅，他们将无法回头。此时小帅正准备向小海告白，小伙赶紧找到了小美，打算阻止小帅，因为必须在2天后进行第一次交换。小伙认为还是用欺骗的方式更稳妥。待他们再次找到小帅时，却没看到小海的踪影。没错，小帅已经坦白假装成男朋友的事了。小海此时已经崩溃，跑出了学校。可就在小伙焦急时，小帅却决定让小海先平静1天，因为光改变外表毫无意义。现在最明白这话的是他。就这样，到了第2天，小海却没有像平时一样去学校。班主任这时却传来了个坏消息，那就是小海从昨天开始就失踪了。小美3人听到这消息一下就不好了，于是大家放学后马上就寻找了起来。可即使到天黑，大家都没找到。这时没办法的小美想到一个人，那就是小海的妈妈。于是小美直接向小海妈妈坦白了交换身体的一切。在小美的不懈努力下，相信了的妈妈终于说出了一个小海可能去的地方，那就是他的爸爸曾经工作的地方——赤月森林。随后小美3人就马上赶到了这里，并在森林里的天文台成功找到了小海。此时的小海已经落魄的不成样子，小美3人马上也开始劝说起小海，可小海根本不讲道理。就在他们陷入死局时，小海的妈妈出现了。原来妈妈早就发觉了不对，此时妈妈也意识到自己的问题，是自己没照顾好女儿。
才让小海变成了现在的样子。于是妈妈真诚的就抱住了小海，开始认真的道起了歉。小美三人这时也开始说起了真心话。果然，小海这回终于被说服了。就这样，来到了第二天赤月出现的日子，大家就开始实践起小帅的方法。第一轮交换身体十分顺利的就结束了，接着马上就到了1周后，最后的赤月之日。只见2个女孩占据的男孩的身体，然后牵着手，在小帅和小伙的见证下，他们终于完成了最后的仪式。大家终于在这时恢复了原本的身体。第二天，小美穿上鞋，正准备去上学。这时，小美看见自己的妈妈，忍不住的就抱住了她。然后小美开心的就向妈妈道别：“我出门了。”等小美一出门，小帅和小伙早已经在外面等了许久。接着，3人终于像往常一样骑去了学校。可就在路上，小美突然想起自己要回复小伙表白的约定，于是小美就叫住2人。小美郑重地表示自己不能再做小帅的女朋友了，和小伙也无法交往了，因为我已经回不去那个曾经一无所知的我了。此时小伙也看出了他心中的迷茫，于是直接在小帅面前就借走了小美。随后小伙就单独地告诉了小美：“我和你之间那是单纯的朋友的喜欢，你呀真正想谈恋爱是他，而且为了让你变回去，最辛苦的也是小帅啊，别为了顾虑别人而迷茫啊。”说完小伙就离开了，而这些话也说醒了小美。等小帅再找到了小美，2人终于也没有了任何隔阂，再次欢笑了起来。而另一边赶到学校的小伙刚好看见正在教室门口犹豫的小海，这让小伙马上就想起了之前和小美的种种回忆。小伙忍不住的就红了眼，但小伙马上就想开了。随后小伙直接上前和小海开起了玩笑，接着小伙就把原本给小美的发卡重新送给了小海。完事后，小伙直接把小海推进了教室，但让小海意外的是，教室里早已没有了对他的偏见，大家不仅主动向自己问好，还帮助自己整理其歪掉了的发卡。最后同学们还邀请小海晚上一起去吃美食，许久才反应过来的小海于是开心的就答应了。就这样，小海轻松的就融入了大家。小伙在外面看到也是十分的感动，大家的生活再次变得美好和谐。最后小伙好奇的就问起小帅：“之前在4个人轮换的时候，我不是也可以换到小美的身体里吗？”结果小帅就露出了渐渐的微笑。小伙瞬间就懂了，小帅还嘚瑟的说道：“你以为我会让你这么做吗？”小伙顿时感觉亏了，竟然所有的甜头都被小帅拿走了。结果这时小美带着小海来邀请大家吃美食，这让小伙瞬间就想到了主意。于是小伙直接提议晚上的消费全部由小帅买单。小帅下意识的本想拒绝，结果小伙马上就想把刚刚小帅的小心思说给小美听，顿时小帅就慌了。小帅为了阻止小伙，2人直接开始打闹了起来，并且小帅连忙同意了请客。最后这个故事也在4人的欢声笑语中结束了。